随着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，中文因为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学习。有的人学习中文，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时候谈生意，因为在中国或者和中国公司合作，会说中文，工作会更方便。有的人学习中文，是想和中国人交朋友，这样就可以和中国朋友聊天，一起出去玩。还有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东西，比如中国的美食、音乐、电影。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这些，所以他们想学中文。不过，中文不是一门容易学的语言。中国字和别的国家的字长得很不一样。中文说话的语法规则和其他语言也有很大不同，而且中文的发音有很多变化，一不小心就容易说错。但是，只要学会了好的学习方法，学习中文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难，还会很有趣。学习中文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学好。学习中文的第一步，就是学习拼音。拼音就像是打开中文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。学会了拼音，以后认字、查字典都会方便很多。学习拼音，要把声母、韵母还有声调全部学会。声母和韵母组合在一起，就能组成一个个不同的音。可是，就算是同样的音，如果声调不一样，它们的意思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。第一声妈，指的是我们的妈妈；第二声麻，是麻烦的麻；第三声马，说的是小马的马；第四声骂，就是骂人的骂。要是声调说错了，别人可能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学习拼音的时候，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。最常用的就是用拼音卡片来学习。拼音卡片一面写着拼音，另一面写着对应的汉字，还会写上这个汉字的读音例子，比如词语或者句子。这种卡片很小，可以放在口袋里。不管是在坐车的时候，还是在等朋友的时候，随时拿出来看一看，读一读，就能记住很多拼音。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专门学习拼音的软件，这些软件里有很多好玩的动画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，比如拼音拼图、拼音连线。在玩游戏的过程中，就能不知不觉学会拼音。另外，多听中国人说话也很重要，可以每天听中国的广播节目，也可以看中国的电视剧和电影，一边听，一边跟着里面的人说话，这样慢慢的，就能把拼音发音说得更准确。除了拼音，汉字的书写和认读也非常重要。中国的汉字有很多笔画，结构也很复杂。学习汉字，要从最基本的笔画开始学起，比如横、竖、撇、捺、点这些简单的笔画。学会了基本笔画，再学习写字的正确顺序，还有每个字的样子，也就是字的结构。一开始先学习一些简单的字，像人口、日月，这些字笔画少，结构也简单，比较容易记住。等学会了简单的字，再去学更复杂的字。学习汉字的时候，还可以记住汉字的造字方法。有一些汉字
看起来就很像这个东西的样子。比如山字，就像是一座山的形状；水字，看起来就像流动的水流；木字，就好像一棵大树的样子。一看到这些字，就能想到它们代表的东西。还有一些汉字，是把2个字合在一起组成的，就像修这个字，是由人和木组成的，意思就是人靠在树旁边，就是休息的意思。明白了这个意思，就能更容易记住这个字怎么写。平时可以用专门的字帖来练习写字。在网上也有很多教写字的网站和软件，在这些网站和软件上，能看到每个字一笔一笔是怎么写出来的。跟着他们练习，写字就能写得又快又好看。语言是用来和别人交流的工具，如果能有说中文的环境，学习起来就会更快。要是人正好在中国，那就很方便，可以去参加当地的中文学习小组。在学习小组里，能认识很多和自己一样在学中文的人，大家可以一起学习，互相帮助。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，比如中国的文化节、艺术展览。在这些活动上，能有很多机会和中国人说话聊天。说话的时候不要害怕说错，每个人学习新语言都会犯错，要是说错了，马上改过来就好了。这样慢慢的，说话就会越来越流利。要是人不在中国也没关系，现在网络很发达，可以在网上认识很多学中文的人，加入网上的中文学习群，和大家一起交流。还能通过视频聊天软件和会说中文的人视频通话，就好像是面对面说话一样，练习中文对话。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也是很好的学习方法。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可以先从动画片和儿童节目看起。这些节目里的话比较简单，语速也比较慢，很适合中文水平不高的人学习。等看了一段时间，感觉自己能听懂一些了，再慢慢开始看中国的电视剧和电影。刚开始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时候，可以打开中文和英文2种字幕，这样就能一边看画面，一边看文字，更容易明白电视里的人在说什么。等中文水平提高了一些，就可以只打开中文字幕，不看英文字幕，锻炼自己的听力和理解能力。到最后，就算不看字幕，也能听懂大部分内容。通过看这些节目和电影，不仅能学到平时中国人是怎么说话的，还能了解到中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他们喜欢做什么，平时吃什么东西。除了看电视和电影，听中国的广播也有帮助，或者在手机软件上听有声书，在坐车、走路，还有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听。听得多了，对中文的感觉就会更好，说话的时候也会更自然。学习中文，一定要给自己定目标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。目标不能太模糊，一定要很清楚、很具体，而且是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。短期目标可以是每周学会一定数量的汉字，或者掌握多少个新的词语。
比如这周学会20个汉字，记住30个词语。长期目标可以是在几个月内通过汉语水平考试，比如3个月后通过 HSK 1级考试。除了定目标，每天还要安排好学习时间，把一天的学习时间分配到不同的学习内容上。比如早上花30分钟学习新的汉字，下午听20分钟的中文广播练习听力，晚上看30分钟的中文电视剧。学习的时候还可以用番茄工作法，就是学习25分钟，然后休息5分钟。这样学习一段时间，休息一下再继续。大脑不容易累，学习的效率也会更高。学习中文不一定要一直看书做题，也可以通过玩游戏来学习，这样会更有趣。比如玩猜汉字的游戏，一个人在纸上写出汉字，或者用动作表演出来，另一个人来猜这个汉字是什么。还能玩词语接龙的游戏，用上一个词语的最后一个字，说出一个新的词语。比如天空，下一个人就要说空气。现在还有很多专门用来学中文的游戏软件，在这些软件里玩游戏，就能记住很多汉字和词语，而且在玩的过程中也不会觉得学习很无聊。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非常大，了解中国文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中文。可以学习中国的历史，知道中国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也可以学习中国的传统节日，比如春节、中秋节。学习和春节相关的词语时，就要去了解春节都有哪些习俗。春节的时候，大家会在家里贴对联，对联是写在红纸上的好看的字。全家人会在除夕晚上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饭，这顿饭叫做年夜饭，有很多好吃的菜。吃完饭后，大家晚上不睡觉，一起等着新年到来，这个叫做守岁。知道了这些习俗，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春节有关的词语。学习中国的书法、画画、武术这些传统文化，也能让人对中文更感兴趣，更愿意学习中文。当学习中文到了一定程度，阅读和写作可以让中文水平变得更高。一开始可以先读一些简单的故事书和儿童书，这些书里的字和句子都比较简单，很适合中文初学者阅读。等阅读能力提高了，再去读报纸、杂志还有文学书。读书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，不要马上查字典，可以先猜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根据这个字前后的句子，还有整个文章的意思来猜。读完文章以后，再去查字典确认。看到写得好的句子和段落，还可以记下来，以后自己写作的时候就能用得上。写作可以从写日记开始，每天花一点时间，写一写自己当天做了什么事情，有什么样的感受。慢慢的，可以开始写不同类型的文章，比如记叙文、议论文。写完文章以后，找会中文的人帮忙看一看，让他们指出写得不好的地方，还有语法错误。参加汉语水平考试，对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。通过考试，
可以知道自己的中文水平怎么样。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，还能复习学过的知识，发现自己哪里学得不好，及时补上。在生活中，也要尽量多用中文。写邮件、发信息的时候用中文写。去买东西、出去吃饭，向别人问路的时候，也试着用中文和别人交流。只有经常用，才能把学到的知识真正变成自己的能力。学习中文不是短时间就能学会的，需要一天一天慢慢的学，一直坚持下去。先把基础的拼音、汉字学好，再给自己创造说中文的环境。制定好学习计划，用有趣的方法学习，不断提高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。只要坚持学习，就会学得越来越好。学会了中文，就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，和中国人交流起来也会更加容易，还能交到更多中国朋友，发现更多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乐趣。